Hello， 我是林哲熙，我在下课花露米，赶快来订阅小公式。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疯狂的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下课花露米，出发！温和的夏季是斯瓦尔巴群岛的旅游旺季。出没在首府朗伊尔城里的，除了观光客，还有科学研究人员外，最多的就是打工旅游的外地人。就像眼前的这位台湾人方玉和。你好，你好，他是玉和，他就是今天要带我们认识这个城市的人。走吧，走。玉和是目前常住居民中唯一的台湾人。当年在挪威本岛念书的他，因为毕业后想要留下来，同学便推荐他来到这个不需要签证就能居住的北极城市。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像我们现在来的是夏天，就是永昼，就有一种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要睡觉，但是照着那个太阳又觉得好像不是睡觉的时间，那个很奇怪的感受。其实这个事情蛮多人在讨论，我在这里遇到比较多当地人士，他们对永昼的反应比较大。因为好像一直都有受到光照，然后一直有那种想要做事情的冲动，然后大概就是10月之后就完全没有光，是全黑。哦，就是全黑，真正是全黑。哇，全黑就是完全黑其实。对，完全黑其实，但还是有路灯什么的啦。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冬天，因为没有太阳，所以其实什么时候想睡都可以睡。所以玉和一待就是2年多，目前也还没有打算撤退。哎，你喜欢这里吗？蛮喜欢的，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可是有40%都是非挪威人，然后有各种不同国籍的人，都不同的文化，这样，所以其实住在这里还蛮有趣的。像我们现在路上看到很多就是会遛狗，其实朗伊尔城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边的狗非常非常多，有，但最大宗还是哈士奇跟格陵兰犬。那一只就是哈士奇的。对，这个就是哈士奇。Husky， 好可爱哦。北极自古以来就有狗拉雪橇的传统，这些耐寒又力气大的工作犬，不止运输，也会帮忙狩猎、顾家。如今随着时代进步，岛上人口增加，它们也成为陪伴人类生活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个水管都要架高？因为这个管线它会架高，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因为雪很多嘛，所以其实如果雪埋到比较上面的时候，它有那个水管会有冰冻、会爆裂的那个风险，这样子。其实你看这边房子的那个结构都是架高的，对，不然你冬天雪淹到上面的时候，其实会不太好。就你的1楼就不见了。对，基本上冬天的话，因为这边的房子里面都有暖气，得要吧？这边不是冬天的温度大概是最冷我遇过是零下25到30左右。原来极地必备的暖气也跟房屋架高有关，房子与地面保持空隙，除了避免暖气直接向下传递影响永冻土，也能维持室内温暖，节能省电。但近年来，因为永冻土融化，不仅架高的房屋开始松动，甚至连墓园都遭受波及。其实你们看，就是这边有一个墓园，然后他想说这边人这么多，然后为什么墓园这么小？对，因为永冻土的关系，它每一年就是融化又结冰的状况下，那个东西会被往上推。所以就曾经发生过尸体浮出地面这样。哇！棺材浮出。对，所以蛮久之前，那边政府就规定说你不能土葬。哦，原来尸体在永冻土冰存下，不但不会腐烂，就连体内的病毒也被完整保留。因此，挪威政府早在几十年前就规定遗体只能运回本岛安置。如今永冻土层竟然解冻，也让人开始担心暖化下的北极危机四伏。
那你对暖化的看法是什么？其实说实话，在生活上的感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有一个最明显，这是真的真实感受，是你会看到每一年的那个冰川，就是每一年都会觉得它又往后退了一点。我是觉得暖化这件事情它是真实在发生，但是说在生活上面会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吧。生活方式不变的，还有我们在这里常看到的候鸟，它们移动轨迹依然是秋去春来，在温暖的时刻来此繁殖生活。看他们在等车的过来。就是他们傍晚的时候会回到海边的地方，他们就会排队过马路，他们真的会对一整队这样过马路，很可爱。那也是提醒啦，就是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都在这边都是不能去干扰它们。对，因为这边法律是有这个相关规定，就不只是说北极熊啊、北极狐，就是连路边你可以看得到这些鸟跟生物尽量都不要去打扰它们。对对对。我都没有鹿哎。除了鸟类，这里第二常见的野生动物就是斯瓦尔巴驯鹿，它是群岛上的特有种，也是北极地区常见的大型草食哺乳动物。那个人是不是太近了？眼前这只驯鹿无视一旁的游客，悠然享用北极苔原植物，但我身旁的在地人很在意。他如果在靠近，我就会不会跟他讲话，因为我之前看到人在摸鹿。我们不要做事个女人，要尊重生态。那这边的人，他们环保意识强，都很强。其实我们当地人有时候看到游客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尽量去阻止啊。我觉得动植物的繁荣，然后生态的多样性，它应该也是在我们应该要去保护的那个环境里面的一环。种更多树，就可以让空气变好，就可以减少温室。对，然后这里又种不出树。真的一棵树都没有？这没有，因为种不出来。北极的严寒气候，再加上永昼永夜的交替，不仅限制了大自然的样貌，也挑战居民的适应能力。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下，岛上的教堂不但24小时开放，而且包容各教信徒来这里祷告礼拜。因为挪威是很注重人权的国家嘛，那很好。对，所以这边教会还蛮有趣，而且这边教会其实也充当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场所。所以我觉得住这边真的有一种那种时间慢下来的感觉，真的，一天过很慢的感觉。就跟在台北的那种步调很不一样。因为在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年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来就很急着想要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因为在这边的人普遍不会待太长，但很多人基本上1-2年就走了。我那时候真的心情很低落，觉得说就是那个冲击是很大。然后那时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小小的城市仿佛世界转运站。玉和笑说，在这里居住超过半年就算当地人了。但我却不禁担心起我们的暖化探索，我们能找到见证北极数十年来气候变迁的人吗？这边有一个女士叫 Eva， 然后她在这边住了很久，然后她甚至是在这边出生的。在玉和的帮忙下，傍晚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来到 Eva 位于市中心的家。Exciting. So to prepare Yes. dinner. Yeah. Yeah. It's a small apartment but big table. 来之前 ，Eva 已经知道孩子们想做几道台湾菜，她相当期待。It's good. Yes. Yeah. So this So is you my move here. my son's table. So Yeah. he built it in Denmark and brought it in pieces Yeah. and put it together here. Wow, this is a history table. Yeah, yeah. 1954年出生的 Eva 是矿工的女儿，因为当时配给的宿舍有限 ，Eva 很小就被带离开。虽然成长的过程中偶尔会回来，但直到16年前，孩子们都长大了，她才正式的回乡定居。And here is my family. Yeah. Yeah, it's my granddaughters and yeah. It's your daughter? This is my youngest daughter. Oh, youngest daughter. Yeah, and my youngest grandchild. Wow, so cute. Yeah, so that's nice. That's nice. Yeah. 在感受 Eva 美好的回忆时，小队员们也做好了满满一桌菜。我们在日光中象征性的点起烛火，一起享用了台湾味十足的晚餐。Oh, yeah. Oh,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Let's start.
那我们就是想说要做卤肉饭、炒高丽菜，然后紫菜蛋花汤。 Let me help you. Yes. Yes. Do you have it on the side? I will see what you do. We usually put it on top. On top. I do what you are used Okay. to. Traditional way. Traditional way. Yeah. Yeah. This is good. This is some new flavor. New flavor. Yeah. You pick from the same plate, or do you put it here? You just pick it like this. Yeah. 没想到我们竟然会在遥远的北极介绍台湾菜的吃法。在这场跨文化世代的食物交流中，我们忙着吃，也乐于分享。Go. Go. 品尝完小队员用心料理的台菜，我们对 Eva 有了更多的认识。原来家里摆满照片的 Eva， 家族2代都是摄影师。最让我们惊喜的是，当地博物馆此刻正展出他们的作品。与 Eva 相谈甚欢的我们，立刻就约好了明天前去参观。Eva 的摄影展名为《斯瓦尔巴群岛的日常生活》，除了展示她近年来的作品，更多的是 Eva 的父母从20世纪中到21世纪初的老照片。This is only old pictures from old days. The polar bear. Yeah, it's a polar bear skin. Yeah. This is my 2 sisters. My little one is hiding. Ah. It was very popular to have a polar bear skin. 在斯瓦尔巴群岛，狩猎北极熊的行为在19世纪到达顶峰，每年约有300只北极熊被杀。不过 Eva 说，这个情形在20世纪中后终于有了改变。Started with the polar bear research in late 1960, and they decided not to hunt them anymore because of the research. So they know they shouldn't do that. This is me. Oh. With the dog. A long time ago. Wow. Looks I was stylish. like 15, 16. Eva 对于斯瓦尔巴群岛的印象，主要开始于她青少年之后。照片记录了生活的点滴，也唤起她在家乡的回忆。During the dark time, the dark period of the year, you don't have sunshine. Yeah. So this is artificial sunshine. Oh. This is very special sunglasses. I remember myself did that. Oh, you remember? Yeah, I remember. Wow. What's the post mainly about? It's letters and package. You had to bring airplanes and drop the post here. It was not possible to bring with a boat because the fjord was frozen. Yeah, so we were isolated here. Oh, this one is cool. This ship is Åsenfjord, is an icebreaker Oh. in order to break ice so the coal ships can come in and gather the coal.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人站在一块小小的冰上，然后有开着破冰船来。因为以前的气候的关系，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是几乎没有船可以进来的。那个时候虽然生活不便，但却是这座北方孤岛兴盛的开始。在展场中心最显眼处，一张张黑白矿工照，诉说着这里曾经有过的黑金岁月。Because of the coal, we needed the coal. We didn't then have any energy. 这里的煤矿在20世纪初开采，矿业的兴起带动整个城市发展。朗伊尔城名字的由来，甚至是用最早发现煤矿并成立煤炭公司的美国商人来命名的。This is a painting, and you can see that the son is leaving and the parents is crying. Why? Why they are crying? It's a long trip. It could take 2-3 days with the ship, and the mining was dangerous. This is the coal layer. Oh. And they have to take this coal away. Yeah. And
This is because you need to use dynamite, so that's why it's so dangerous. 当年矿场被陆续发现后，采矿瞬间成为邻近地区最抢手的工作。岛上涌入世界各地来的淘金客，采矿热潮持续了将近100年。They bring the coal within these bags.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70s, I remember this going all the time, the sound. And we never complained because this sound means money. Eva 的父亲是矿工，也是摄影师。他在采矿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And this is the lunchroom inside the mine. Oh, inside the mine. Yes. Ooh. And you have lunchtime, and then you can feed the fox. Now there is lots of wild fox. Yeah, they are gray and brownish. If you are quiet, you might see and hear. It's like a barking sound. Yeah, but little higher pitch than that.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Yes. Well, I'm so strange. And this is old helmets. Were made of paper. Paper? Yes. I have a question. Yeah. It's made from paper. Yeah. Will it broken easily or? I don't think so, but since they made new ones from plastic, it obviously better. But this has high status to have old helmets. Yeah. Master. Yeah, master. Yeah, master. So you can wear the paper one. Yeah. 在采矿全盛时期，斯瓦尔巴群岛9座矿场养活了数千个矿工家庭，但随着环保意识抬头，百年产业渐渐消失。如今，挪威政府预计在2025年关掉最后一座煤矿场，并计划分阶段地推动再生能源。But basically, the history of the Longyearbyen is based on the coal industry, right? Yes. So that's why we wanted to have this in the center. And Eva 的摄影展不只记录了产业的兴衰，更印证了气候暖化带来的影响。最让我惊讶的是这张港口结冰的老照片，竟发生在临近夏天的朗伊尔城。So my father arrived here in June. June. Yeah, it could be in June, July, this one, and then the ship could come in here. And you go here, and they bring the coal to the chute. Yeah. And since it's not possible, it was the whole fjord was frozen. 实在很难想象春夏之间这里冰天雪地的景象，因为2024年朗伊尔城6月的月均温已经高出冰点0度许多。There's like less ice than I expected. Oh, because the warm and the snow and ice is going. Only a few years, it melts very fast. Yeah. But still, we can see some ice in the fjord here. But we can't, it's so unsafe. This winter, so even it's cold in the air, you can't build that much ice because the water is so much warmer. I think for you, it's more, the feeling is more strong, right? Because when you are a teenager, you are in here and you see the whole environment is transferred very fast, right? Much more faster up north than anywhere. So it's a sad thing. Eva 说，过去朗伊尔城夏天的雪量之多，甚至足以造成致命灾难。70年前的一场雪崩，不止夺人性命，也冲垮了 Eva 父亲的家。Wow! It's very beautiful. This was in June 1953, and there were lots of snow, and it was kind of snow slush, snow water, and everything came down here at once and spread from over there and to the houses here. 暖化不只让朗伊尔城的夏天看不到雪，也让积雪不再稳定坚固。Eva 回来居住的这16年间，
就经历过一次生死交关的大雪崩。I think came over from here, from the eastern side, and it was tons of snow, and suddenly all just dropped and smashed the houses. 哇，惊人的雪量砸毁了 Eva 的厨房，还将整栋房子往前推了30公尺。So I just felt, oh, it was sliding, and then I understood, okay, I'm fine. follow the flow. Yeah, follow the flow. You can say that. Yeah. So it was like skating. Yeah. Yeah. 他讲雪崩的意外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震惊的，因为像雪崩这种故事的话，通常真的是故事，就是像电视上看到，但是在这一次却发现它就出现在我面前。暖化让冰雪变得脆弱不堪，甚至消失殆尽。最后一站 ，Eva 带我们来到老照片里6、7月还在结冰的海湾。So in the winter, here is all the ice. When I arrived here Yeah. 16 years ago, it was frozen. Frozen. Yeah. Oh. So the ships didn't arrive here. So you had to plan for every winter to store all the food and things you need for several months. And suddenly, it was 13 years ago, it was the last time. Wow. And now it is sailing all the time. So it was a big shift. Yeah. Yeah. So it changes eve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s a big changes. Yeah. 今天呢，我们认识了当地的居民方玉和，他带我们初步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呢了解了他在这里的生活。他也介绍我们，在当地出生的挪威摄影师 Eva。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从他的展览里面可以看到，他爸爸那时候的在 Longyearbyen 的生活。还有他自己小时候在 Longyearbyen 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对照很有趣，能够借由到一个地方，真正认识在当地生活的人，从他口中听到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讲是非常深刻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去找科学家，然后做实验，希望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城市。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个地方做类似的实验。那它会不会冬天的时候就被冰进去？它就会跟着冰到处跑，就可以做更多的观测。All right, take care。原本想说大概就是海盗船的概念，结果没想到不是海盗船，是鱼胶飞的，有一种飞机遇到乱流的感觉。